有人的双脚在前面那台车后面挣扎，有一只布偶的双脚。哇，我们到啦，蒙特祖玛城堡 National Monument。发现一个很可爱的国家公园的地毯。这个国家公园地毯好可爱。美洲原住民西纳瓜人在亚利桑那州分成南北两部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早在西元650年或更早之前便生活在维德山谷的蒙特祖玛城堡、蒙特祖玛水井及图奇古特的南西纳瓜人遗址。哇，我们来到蒙特祖玛城堡啦！这个就是蒙特祖玛国家保护区，它是美国第3座为了保护这种洞穴住宅的这个保护区，也是北美保存最完整的普韦部落式房子的一个保护区。他们这个是石灰岩的构造，所以就比较容易会被侵蚀。那他们就利用这种特色。然后就在那个凹洞里面逐墙而居，就可以省去做屋顶啊，还有墙面的一些工作。沿着步道往这里走，这里就是 Hillside Run 跟 Castle A， 这边大大小小有45个房间，这边主要是提供蒙特祖玛城堡一切生活所需。他们在这里磨玉米啊，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工具。这边就有介绍，它是5层楼的结构，总共有5层楼。其实他们也有分主屋跟副屋，主屋就是他们在住的地方，然后其他小的房子就可以当做仓库或者是休息的地方。前面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拿来磨玉米的用具。前面的半山室跟城堡 A。还有这个 Cave Run， 这3个就是整个是连接的，同样都位在这个半山腰上。他们建筑在半山腰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要防止这一条河的泛滥影响到他们的房子，所以他们就建筑在这半山腰上。这个就是普韦部落结构，传统的都会需要用梯子爬上去。不过因为这一片石灰岩比较脆弱，大部分都已经损毁崩塌了，就没有保存的那么完整。不过还是可以大概看到它以前的结构的样子。最早以前就会有 Ranger 在这边给你解释，他们有做这个模型，告诉你他们整个构造里面长怎样。这个就是他们已经有那个阳台跟瞭望台的构造了，然后他们已经有大概有200个洞。参观完距今已有近1000年历史的考古遗址，我们驱车前往距离20分钟车程的蒙特祖玛水井，继续探访西纳瓜人留下的足迹。我们现在要去走那个蒙特祖玛水井的一个 trail。那刚刚前面有一个 ranger 跟我们说，他前面有2个 overlook， 那全程大概半小时到45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是一个 loop， 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就是顺时针逆时针走都可以。这个就是蒙特祖玛水井。这个水井有储存了1500万加仑的水，很奇特的大自然的一个结构。这个水的来源是在北边很遥远的山上的降雨跟雪融化之后变成地下水，然后就经过了很漫长的阻碍，地下水竟然可以聚集在这里。这个水井是一直到2011年才被解释出来为什么会有水在这里。这个山崖边也有一些洞穴房子，前面那边远远的也有，就绕着这里一圈都有房子。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沿着这个水井所建造的房子。我们下到这个水井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们就住在这个半山腰上。其实很厉害，可以发现到这个水井，然后居住在这里。
在这一片沙漠就不怕没有水源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石窟，他们说里面可能会有蝙蝠住在里面。这里也有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一个房子，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你看，这就是他们发现这里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文字。哇，都18几年留下来的，天哪，18几年呢，200多年前的了。啊，原来这个就是地下水的水源，从这里流进来。哇，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在这一片沙漠里，竟然有这么清澈的一个很清澈的水源，然后可以到这个水井。这里也有一点遗址在这里，不过都已经崩坏了。我们下去看一个溪，0.5迈而已，很近。哇，这个水真的是很清澈，很清澈，看起来就觉得很冰凉。哇！哇，这个关起来了。哇，这个就是从刚刚的蒙特祖马水井流下来的水，然后流到这里，聚集成一条溪流。你看溪流的上方那个上游流下来，竟然在亚利桑那的沙漠，竟然有这么一条溪流。接着，我们来到最后的目的地，位于克拉克戴尔东边的图奇古特国家纪念区。这个就是图奇古特的博物馆，在那个游客中心里。这是他们的陶器，几个大瓮。图奇古特的陶器的特色就是朴素，就是没有很多的颜色跟花纹。图奇古特的考古发掘于1933年至1935年间，博物馆展出的所有文物都是在现场发现的，得以让我们一窥1000年前西纳瓜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艺术的一面。我们要去看图奇古特位于山顶上的普韦部落的建筑。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只留下照片，也不要留下任何东西，除了你的足迹。这边也是属于普韦部落，也是1000多年前西纳瓜族人居住在这里的。西纳瓜族人就是美洲原住民的最原始的祖先。我们现在沿路在看他们这些聚落，他们一个一个把它挖出来，再重新修复，都是这种石墙，一个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户一户的一个居所。这个部落很大，大概住了100多个人在这边。他们不是一次建好的，他们是慢慢增建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就会慢慢再去修筑起来，所以慢慢扩大，慢慢扩大。现在走上来才发现，他们的游客中心也是仿这个普韦部落建筑风格，超可爱的。哇，我们现在进去里面。哇，这个就是在那个游客中心看到的普韦部落式的建筑，就是用几根木柱当做支撑，然后上面有1-2根的横梁支撑整个天花板。天花板已经开始有木头来当做支撑了。这就是普韦部落式的建筑，传统的建筑。这就是维德山谷的全貌。很多人住在这个山谷里面。这边有一个磨玉米的跟一个火炉，
有火炉就表示这是起居室。他们现在已经把起居室跟储藏室都可以合在一起了，所以就会比较大。这边就是从山上一路延伸下来的部落，大大小小都有。就当初他们慢慢从一个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然后再慢慢修复。不过我觉得这边，现代感太重了，比较没有遗迹的感觉。我觉得Upaki的感觉比较好。